老夫人，将军，不好了！大夫说贾姨娘的孩子怕是保不住，若是能求来御医，或许还有救。儿啊，你赶紧进宫，求皇上赐个太医来。娘，以我的关节还求不来宫里的御医，那可怎么办呢？采薇身上有西陵侯送她的玉佩，那枚玉佩乃是西陵侯府祖传之物，用它或许能请到御医上门。那你还不去拿玉佩？我这就去。四喜，你拿这枚玉佩去请宫中太医。采薇年幼落水又受了刑，寻常大夫怕是瞧不好。是，小姐，是我没用，我刚出门就被姑爷抢走了玉佩，太医也被请去了贾姨娘的院子，姑爷还让人扣住我，不让我回来给您传信，我是爬狗洞才逃出来的。阿宁，你这动刀动枪的是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顾梦辰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这是要杀人啊！沈宁，你别胡闹！顾梦辰，你的亲生骨肉高烧不退，生死未卜，你为了一个姨娘和孽种，竟然置我女儿于不顾。我说过，采薇是我的底线，你若敢碰她，我便与你鱼死网破。你当我的话是耳旁风吗？阿宁，事有轻重缓急，等思思生完孩子，我立即让太医去给采薇诊脉，好不好？轻重缓急，顾梦辰，你弄错了吧？我的女儿可不仅仅是你将军府的嫡小姐，更是当朝户部尚书的外孙女。我已经派人去尚书府请爹爹和兄长来替我和采薇做主，有什么话你对他们说。这明明是你我的家事，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你不懂吗？有什么家事是老夫听不得的？夫人，大将军凯旋归来，这会儿已经到了府门外。娘亲，爹爹回来了，我们赶紧去迎接爹爹。夫君，思思可是你义弟秦朗的未婚妻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夫君与她共乘一骑，举止亲密，不觉得有何不妥吗？阿宁，我在军中已经纳思思为妾。荒谬！顾梦辰，你阵前纳妾，纳的还是义弟的未婚妻，你就不怕圣上怪罪，世人耻笑吗？阿朗为我挡箭而死，临死前留下遗书，只求我这么一件事，这是阿朗的遗愿，我不能不应，哪怕千夫所指，龙颜大怒，我也必须纳思思入府。林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打要罚就冲我来，梦辰哥哥是无辜的。哎，嫂嫂，我们可以作证，大哥对你从无二心。思思自幼父母双亡，阿朗临死前让大哥纳思思为妾，免他流离失所，孤苦无依，大哥也是无奈之举，还请嫂嫂体谅一二，还请嫂嫂成全大哥与思思，否则兄弟们只能跪地不起，求嫂嫂开恩了，求嫂嫂开恩。我叫沈人，爹爹官拜户部尚书，爹娘间谍情深，一世双人，膝下二子一女。我是家中最宠爱的一女。及笄那年，我嫁给了千年竹马的少年郎，我与他也曾情深意永，互许白头。不曾想，终究未能逃过弃命之殃。嫂嫂良善，想当初你将阿朗和思思当做自家弟妹一般照拂，如今阿朗去了，嫂嫂难道就不能看在阿朗的面上，给思思几分薄面，让她入府吗？阿宁，我答应你，此生除了思思，我不会再纳第二个妾室。思思腹中的骨肉，若是男孩，以后便记在你的名下，以后娘也不会总拿你无子之事逼我纳妾，如此岂非两全其美？孩子，蒋思思她有了，是已经2月有余，君一韩大夫把的脉，不会有错。这孩子是你的，还是阿朗的遗腹子？顾梦辰，我要你以顾家门楣发誓，绝不欺瞒这孩子的身世。是我的。若这孩子是阿朗的，我尚能高看你几分，可这孩子却是你的。顾梦辰，当初你上沈府求娶时，曾答应过我爹爹此生绝无二色，一世一双人。如今你既悔诺，你我便和离，从此你我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。阿宁莫要说气话，便是你舍得为夫，难道还能舍弃采薇吗？采薇可是我顾家女，若是阿宁坚持与我和离，便是断了你们母女缘分。为了采薇，阿宁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和离还是让思思入门，都由阿宁说了算。顾梦辰，你竟然拿女儿威胁我！阿宁，为夫也是迫不得已，我爱你之心不曾改变，我和采薇都不能失去你。你所谓的爱，便是让我与人共侍一夫。顾梦辰，你的爱未免太廉价了。阿宁正在气头上，我不与你争执，阿宁是知道的。娘素不喜采薇，我又常年征战在外，若是失去娘亲的庇护，采薇小小年纪又该怎么办呢？为了采薇着想，阿宁便原谅为夫这一回吧。我顾梦辰对天发誓，此生只纳思思这一房妾室，绝不再负阿宁。娘亲。顾梦辰，你无耻！阿宁，有什么话我们回府再说。宁姐姐，你放心，我只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，不会和你争抢梦辰哥哥。只要我平平安安生下孩子，这辈子我只守着他过日子，绝不会让你与梦辰哥哥为难。嫂嫂，你别让思思入府吧。是啊，嫂嫂，思思不过入府做妾，左右也越不过你的地位，你就成全大哥和思思吧。多情也春秋，动情也春秋。顾梦辰，你们赢了。开府门，林将军和蒋姨娘入府。阿宁，是我。我与采薇已经睡下，将军去别处歇息吧。阿宁这是要将我往其他女人怀里推？猫儿偷腥自己叼回来的鱼，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顾梦辰，打从你纳蒋思思为妾的那一刻，就该知道，你我往后余生再无其他可能。
阿宁真是好狠的心，你我夫妻7载，你当真对为夫如此无情？顾梦辰，你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不放！你可是我明媒正娶的妻，我出征归来，找自己的妻子亲上，又不犯王法，谁也管不着我。顾梦辰，你既想要娇妻，又想要美妾，世上哪有如此两全其美之事？旁人可以忍受自己的夫君3妻4妾，可我不行。为了采薇，我留在顾府做你名义上的夫人，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。阿宁就这般抗拒我吗？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因为我嫌你脏。沈宁，你可别后悔。若说有悔，那也是后悔嫁给你。不可理喻。思思啊，来坐娘身边，让娘与乖孙亲近亲近。娘，这孩子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。就冲着你的怀相，怀的一定是男孙，娘的眼光错不了。我倒是不知蒋姨娘何时成了顾家的主子，我这主母还未落座，她倒是坐在了主位之上。夫君这是要宠妾灭妻啊？是我让思思坐下的，你数落梦辰做什么？要我说，你嫁入顾家7年，只生了这么一个丫头片子，不能给我顾家开枝散叶，早就该自请下堂。为了一个妾生的庶子，竟然妄想让我这个户部尚书家的嫡女自请下堂。老夫人，您是想作践将军府的名声，还是想让您儿子在朝堂之上颜面尽失呢？这将军夫人的位置，只有我沈宁不想要，可没有他顾梦辰敢修起。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，这就是你们尚书府的家教吗？这7年来，我侍奉您老人家，晨昏定省，不敢有失。这忤逆不孝的罪名，我可担不起。若是哪天老夫人要告我不孝，我便将这些年将军府的账本都张贴出去，让满京城的人都瞧瞧，将军府是怎么靠着儿媳妇的嫁妆支撑门楣的。沈宁，你够了！阿宁，过些日子我便让我娘去尚书府提亲考。上门提亲，你就不怕被我2位兄长踏上麻袋打一顿？只要能娶阿宁，被打死我也认了。大过节的，说什么死啊死的，也不嫌晦气。是我胡说，我自己张嘴，我可是要陪我家阿宁白头到老的。事先声明，我可不与旁人共侍一夫。此生有你足矣，我绝不纳妾。你爹能做到和你娘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和阿宁也可以。阿宁，这世上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你。境界的海风吹浪着惋惜，而我只想问你。说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，都是假话。顾梦辰，你曾说世上不会有人比你爱我，你说我当初怎么就信了？你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阿宁你咎由自取。但凡你肯退让一步，我又怎么忍心如此待你？咎由自取。是啊，可不就是我咎由自取吗？我自幼看着爹娘恩爱，便以为自己也能与相爱之人长相厮守，到头来不过是我痴人一梦吧。常胜将军西陵侯得胜归朝了。多年不见，阿宁容貌依旧，还是当年模样。果然京城的风水养人啊，不像本侯在漠北吃了多年黄沙，人都变得苍老起来。故人相见，阿宁都认不出本侯了。见过小侯爷。还小侯爷，不小了，再过几年，本侯可就过而立了。这是阿宁的孩子，采薇，快叫林伯伯。林伯伯好。小采薇，你这样嘛，随了你娘，长大后一定是个大美人。林伯伯呢，也没准备什么礼物，这玉佩全当是给你的见面礼。小侯爷，这礼物太贵重了。女人家家最是金贵，小时候啊，你可没少从本侯这抢东西，这时候倒是客气起来了。你沈宁的女儿当得起这玉佩。采薇，将玉佩还给西陵侯，拿人家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也不怕被人说你没有教养？顾梦辰，你是对我教导出来的女儿不满意吗？顾将军，长者赐不敢辞，本侯送给采薇的东西，还轮不到你来替他做主。侯爷教训的是，不过西陵侯可不要忘了，阿宁已经是我的妻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侯爷还是与我爱妻保持距离的好，免得旁人传出闲话。阿宁，我们走。顾梦辰，你发什么疯？难怪我带思思回府那天，你这么急着要与我和离，原来你早就知道林远之要回京，急不可耐的想摆脱我，去攀西陵侯府的高枝。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与西陵侯清清白白，当年我若选他，还有你什么事？所以你后悔了是不是？沈宁，你后悔嫁给我了？是啊，我是后悔，可我后悔不是因为林远之，而是因为嫁给了你。顾梦辰，你一边说着爱我之意，一边又去和结义兄弟的未婚妻勾搭在一起，你为夫不贞，为兄不义，和你这样的人待在一起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恶心吗？那夫人可要渐渐习惯才行。毕竟此生此世，有生有世，就算是困，我也要把你困在身边一辈子。顾梦辰，别碰我！你是我的妻，我凭什么不碰你？阿宁，身为人妻，伺候自己的夫君，更是天经地义呢。你混蛋！流泪的阿宁，可真是我见犹怜，别有一番滋味呢。
兑换骄傲，只手一伸去。娘亲不哭，娘亲哪里痛，才会给你呼呼。娘亲没哭，只是沙子眯了眼。采薇乖，娘亲只要有采薇，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。娘亲，采薇是不是要有小弟弟了？有了小弟弟，弟弟是不是就不喜欢娘亲和采薇了？是谁和采薇说这些话的？府里的人都这么说。采薇要记着，只有娘亲生的孩子才是你的弟弟，一个姨娘生下的庶子不配做采薇的弟弟。阿宁，你就是这么教导女儿的吗？难道我的话说错了吗？只要我还是将军府的主母，蒋思思生下的儿女便只能算是庶子女。采薇乃是将军府嫡出的大小姐，谁敢作践她，我便让谁生不如死。阿宁，你这是在威胁我，还是在恐吓思思？顾梦辰，你告诉蒋思思，让她别在我和我女儿面前耍花样。若是没有她的授意，下人们敢在采薇面前嚼舌根吗？后宅里的伎俩我不是不懂，只是不屑罢了。蒋思思若是执意招惹，我必然让她生不如死。真是越来越蛮横无理了。阿宁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可笑你我成亲7载，到头来君不识我，我不识君。顾梦辰，从你变心的那一刻，你我之间早就面目全非。不然不好了，大小姐在水池边冲撞了蒋姨娘，两人双双落水。如今蒋姨娘早产，老夫人要对大小姐动用家法。你说什么？祖母，真的不是采薇推姨娘下水的。小小年纪，心思歹毒，还撒谎成性。你蒋姨娘肚子里的孩子若是保不住，我要你填命！谁敢动我女儿？娘亲，是姨娘追我下河的，不是我推的。娘亲，你信我。娘亲怎么会不信采薇呢？采薇乖，娘亲这就带你回去。沈宁，我正在执行家法，你若执意阻拦，我可就连你一起打。说不准，死丫头就是被你撺掇着去害思思的。今日我倒是要看看，谁敢拦我！府上下人的卖身契可都捏在我手里。今日对我和采薇动手的人，有一个算一个。男的发卖边疆为奴，女的送入青楼为妓。娘，发生何事？梦辰呐，这日子可没法活了。你媳妇大闹祠堂，对下人们喊打喊杀，这个家都快成他沈家的了。老婆子我命苦啊，被儿媳妇欺凌成这般，我可不活了哟。沈宁，你对我娘做了什么？顾梦辰，你最好祈祷我的采薇没事，否则我沈宁发誓必叫你们顾家家无宁日。采薇她怎么了？你不配碰我女儿！反了，这是要反了天了！老夫人，将军，不好了！大夫说蒋姨娘的孩子怕是保不住，若是能求来御医，或许还有救。儿啊，你赶紧进宫，求皇上赐个太医来。娘，以我的关节还求不来宫里的御医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娘都找人看过了，思思肚子里的可是男孙，那可是我们顾家的独苗啊！孙子若是没了，娘也活不下去了。采薇身上有西陵侯送她的玉佩，那枚玉佩乃是西陵侯府祖传之物，用它或许能请到御医上门。那你还不去拿玉佩？我这就去。思琪，你拿这枚玉佩去请宫中太医。采薇年幼落水又受了刑，寻常大夫怕是瞧不好。是。轮转中为小姐，是我没用，我刚出门就被姑爷抢走了玉佩，太医也被请去了蒋姨娘的院子，姑爷还让人扣住我，不让我回来给您传信，我是爬狗洞才逃出来的。顾梦辰，你这个畜生！阿宁，你这动刀动枪的是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顾梦辰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这是要杀人啊！沈宁，你别胡闹！顾梦辰，你的亲生骨肉高烧不退，生死未卜。你为了一个姨娘和孽种，竟然置我女儿于不顾。我说过，采薇是我的底线，你若敢碰她，我便与你鱼死网破。你当我的话是耳旁风吗？阿宁，事有轻重缓急，等思思生完孩子，我立即让太医去给采薇诊脉，好不好？轻重缓急，顾梦辰，你弄错了吧？我的女儿可不仅仅是你将军府的嫡小姐，更是当朝户部尚书的外孙女。我已经派人去尚书府请爹爹和兄长来替我和采薇做主，有什么话你对他们说。这明明是你我的家事，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你不懂吗？有什么家事是老夫听不得的？
爹爹，兄长，求求你们救救采薇吧！囡囡快起来，侯爷请了宫中数10位太医，都在你院中候着。多谢侯爷。谢什么谢？还在要紧，本侯陪你去看采薇。西林侯，这可是我顾府，不是你的侯府。我女儿的闺房，岂是你一个外男能随便闯入的？外男，很快就不是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尚书大人，本侯懒得与他废话，这口角上的争执就交给你了，我去陪阿宁。侯爷请自便。林远之，什么叫很快就不是了？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哥，你有什么好说的？干就完事了。沈夫人放心，令爱已无性命之忧。多谢诸位大人替我救回孩儿。谢就不必了，劳烦沈夫人准备几顶软轿，将我们送回去吧。侯爷他把我们抢出宫的时候，直接丢上马，快马加鞭赶到了顾府。哎呀，我们这老胳膊老腿的，可受不住啊！周太医说笑了，说的本侯跟土匪似的。今天的月亮可真圆啊！我认识的阿宁可不是忍气吞声、任人欺凌的性子。顾梦辰既然负了你，难道你还准备和他过下去？侯爷以为我该如何呢？休了他，重新找个比他更好的男人。侯爷说笑了。本侯像是在说笑吗？阿宁这么聪明，不会不知道本侯意有所指吧？当年本侯与顾梦辰同时求娶，你选了他，本侯尊重你选择。如果顾梦辰能够一辈子对你好，本侯就离你们远远的，绝不踏足你们视线。可你知不知道，顾梦辰他移情别恋了？侯爷是指蒋思思吗？军中之人谁不知道，顾梦辰早就和蒋思思勾搭上了，偏他还要装出一副重情重义的模样，说是替义弟秦朗完成遗愿。本侯还就不信了，秦朗一个将死之人，还有力气留下遗书，让自己结义大哥那未婚妻为妾。侯爷的意思是秦朗的遗书有假？你不在军中，不知当时情形。秦朗中的是毒箭，被救回去的时候只剩一口气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蒋思思以医女名义随军，这才见上秦朗最后一面。当时营帐里只有他和秦朗两人。等蒋思思再出来之时，秦朗已经遗书怎么来的，谁都说不清楚。原来如此。本侯告诉你这些，是希望你能认清顾梦辰的为人。他已经不再是7年前的赤诚少年，如今的他不值得你托付终身，而本侯却是比他更好的选择。侯爷，有些话说开了，你就不怕我们连朋友都没得？你可别告诉本侯，你还想选顾梦辰那滩烂泥？他就算烂在了泥里，也还是采薇的亲爹。侯爷，对不起，如今的我依旧不能选你。女女啊，西陵侯为你不曾婚娶，此番回京，他亦是为而来。你若是和顾梦辰过不下去，西陵侯未必不是一个好的归处。林远之他很好，可是我不配。爹爹，我是可以挣脱顾家这个泥潭，可采薇怎么办？采薇毕竟是顾家的血脉，上的是顾家的族谱，除非顾家人死绝了，断没有和离后让我将采薇带走的道理。女女，你该知道，世间安得两全法。你若舍不下来采薇，就只能把自己填进去，采薇和你只能保一个呀。爹爹，世上哪有做亲娘的会为了自己舍弃亲生骨肉呢？若是有什么苦难，便朝我来，我遇人不淑，是我咎由自取。可我女儿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这一次我要为她搏一个光明的未来。想做什么，我的女女就去做吧，爹娘兄长永远都是你的后盾。顾梦辰当了我几年妹婿，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有我妹，你才是沈家的乘龙快婿。我妹若是不要你，你就什么也不是。夫君啊，听说蒋思思给你生下一个女儿，你可欢喜？阿宁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才会为了思思伤害你和采薇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对待你们娘俩，绝不让你们受半分委屈。思思，叫得多可爱啊！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也不知道一个成为废人的顾将军能否留住蒋姨娘这个金丝雀。梦辰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不过就是被我兄长打断了一双腿，又被我弄成了哑巴。以后夫君可就有劳妹妹多多照顾了。沈宁，夫君可是朝堂命官，你就不怕身上怪罪吗？你既然选择攀附顾梦辰，就该知道权势的魅力。我可不是你这般孤苦无依的小可怜，我的背后可是有户部尚书府这座靠山，就算顾梦辰被我给废了，我父兄也能替我打点周全。妹妹啊，这就是命，你呀，要信命。信命？我凭什么要信命？沈宁，你也不过是出身比我好罢了，凭什么你想要的一切唾手可得，而我费尽心机也得不到想要的东西？持身不正，持心不纯，你这样的人，便是上天赐予机会，也会一败涂地。秦朗虽死，
功勋和勤奋有才。你若福临归来，便是看在齐朗的面子上，我也会为你寻一个好人家。可你偏要和顾梦辰勾搭在一起，顾梦辰令人恶心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沈宁，你别得意，我还没有说，也说对我不利。梦辰哥哥的几位兄弟不会放过你。顾梦辰我都不怕，我还怕他的几个兄弟。蒋思思啊，你也太把他们当一回事了。我之前忍让是为了我女儿，你既然对采薇下手，就该有承担后果的觉悟。你和顾梦辰还有顾老夫人，我谁也不会放过。孙儿，我的孙儿呢？老夫人，顾家命中无子，蒋思思生下的是个女儿呢。不可能，你亲眼看到太医接生出来的是个孙子。老夫人就没听说过狸猫换太子吗？整个顾家都是我用嫁妆养着，我真不知道老夫人你是哪儿来的底气与我叫板。你以为你儿子回京，你就可以骑在我身上作威作福了？既然我生的孙女你不喜欢，那蒋思思给你生的孙子也就没必要留在顾府了。你是恶毒的女人！我恶毒？那也是你们逼出来的。我恭顺贤惠的时候不讨你喜欢，那我索性恶毒到底。毕竟比起让我不痛快，还是你不痛快更令我顺心些。毒妇，你这毒妇！我要让梦辰休了你！休了我，只怕如今的顾梦辰做不到。你把我儿子怎么了？你儿子被我废了，你孙子被我丢了，这个结果可是老夫人你想要的？不可能！我的儿子，我的孙子！好好照顾老夫人，我可是个孝顺儿媳，要让她老人家长命百岁呢。夫人，蒋姨娘的院子里有动静了，狐狸尾巴可终于露出来了。采薇，跟娘走，娘带你去看好戏。夫人，小姐她还小，带她过去会不会不合适？无妨，温室里娇养出来的花朵是承受不了风雨的。若有一日我护不住她，她能依靠的唯有自己。广哥哥、清风哥哥，我实在是受不住了，求你带我离开将军府吧。当初阿郎将我托付给你们，你们可不能不管我呀。思思，我们不会不管你，可如今大哥被沈宁那毒妇害成这样，我们怎么能置之不理？沈宁他爹是户部尚书，我们怎么能斗得过他？梦辰哥哥毕竟与他夫妻一场，他不会害了梦辰哥哥的性命，可他将我当作眼中钉、手中刺，我若是还留在将军府，真的会没命的。二哥，思思说的有道理，以我之见，不如先将思思救出去，大哥这里从长计议才是。那好吧。蒋思思，都说狡兔三窟，你也不遑多让，竟然还准备了备胎。沈宁，你害大哥成为废人，还要害思思的性命，新仇旧账，今日我就与你清算。谁说我家夫君是废人？他不过就是被我兄长打伤了腿，休养一些时日就能下地走动。口不能言，是因为大夫说他要静养，我这才给他服用了一些静心凝神的药。夫君，你若再不出手，你的小妾可是要被你的兄弟带走了呢。大哥，别叫我大哥，我没有你们这样背信弃义又拐兄嫂的弟弟。沈宁，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，对不对？你故意下药废了顾梦辰，将他扔在我院子里，就是为了让我自乱阵脚，联络赵广和林清风。你若清清白白，我也算计不了你。当初在将军府外，赵广和林清风对你百般维护，硬是逼我将你引入府中。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与你关系匪浅，有时候我是真的佩服你，竟然游走在4个男人之间，你也未免太贪心了。是你自己没用，拢不住男人的心，就算没有我，也会有其他女人夺走顾梦辰。这话倒是不错，冲着你这句话，我给你留条活路。你肯放我走？当然啊，只要你肯舍弃孩子，离开将军府，我便饶你一命。你若心疼孩子，便留在将军府为奴为婢。等哪天我心情好了，没准会放你们母子团圆。你说过的话，可不要后悔。我沈宁说话算话。娘亲，姨娘不要弟弟了吗？世上不是所有的娘亲都会为了儿女停留，路是他自己选的。今日我断他母子缘分，便当是替我的采薇讨回公道。四喜将孩子送给一户好人家，从今往后，顾家只有顾采薇这一个女儿。是。阿宁，我错了，因我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的情谊，我为何会猪油蒙了心，竟会觉得其他女人能跟你比？夫君啊，喜新厌旧，人之常情。可人毕竟不是物件，哪能是你喜欢便想要，不喜欢便舍弃呢？如今的你，可还爱我？爱，当然爱。以后我只守着你和采薇，再也不要旁人了。好。我怕夫君毁诺，便用我的方式让你永远遵守诺言。至少夫君对我的爱会永远停留在这一刻。来人，去衙门通报一声，就说将军府闯入了贼人，抢走了蒋姨娘，还杀害了将军。
沈宁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想陷害我们！便是陷害了，你们又能奈我何？这些下人可都是我爹培养的死士，你们不会指望他们替你作证吧？沈宁，终有一日，我们兄弟会替大哥报仇。你们逃不出去，杀了将军府的主人，你们还想全身而退吗？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沈宁，你这疯子！疯子！谁让你们偏要招惹一个疯子呢？采薇，你知道娘亲为何要带你出京，游览名山大川吗？夫子说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娘亲是想让我增长见闻。这只是一方面，娘亲想让我的采薇看遍山山水水，领略世间百态，这样你才不会拘泥于小情小爱，被一人一景困守一生。娘亲可曾想过，如果不是为了我，当初你明明可以与爹爹和离，寻找自己的人生。是啊，若是当初和离，我和你爹也未必会走向那么惨烈的地步。可是属于娘的过错，又如何能让采薇去承受呢？世上或许有人比你爹爱娘，可世上不会有人比娘更爱你。为你困守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因为我的女儿值得。可是女儿也想让娘亲幸福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去漠北可好？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那一定是很美的景色。好，都依你。娘，你快看，谁来了？小侯爷。什么小侯爷啊？若你再不来大漠找本侯，本侯可就成老侯爷了。你这又是何苦？你管我！你之砒霜，我之蜜糖，便是再等10年，我也甘之若饴。